一只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起码要10几年才有这么大。一碟米粉何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稱嶺南第一？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覺得個人唔係好舒服嘅。晝夜更替，搖變萬千，且看老廣的夜與晝。老廣的味道之朝夕時光。晨钟暮鼓，四季擺放於餐桌。嶺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驅散失落與疲憊；廣東的晨，用滋味碳水喚醒快樂和鬥志。在日升月落、晝夜交替間，有一群滋味的守護者，味覺的擺渡人。帅哥，來一份蟲子呀，高蛋白有營養。什麼蟲子？螞蚱。沒試過，可以來一份。好的。要融入老廣的夜生活，與蟲共舞，是最簡單粗暴、狂放不羈的方法。這是街頭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經過火苗的撩撥與調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氣質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氣。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這肯定不是我捉的嘍，應該是養的吧？動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們。這燒烤啊，如果說單純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簡單了。你要想把這個肉啊烤到嬌嫩多汁，實際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要通過它食材在溫度上的一點點的變化和香氣，來感覺它的成熟的度。九自覺，測硬度，觀顏色，聞其味。燒烤的靈魂就是玩火。周海嬰玩火自有訣竅，過江龍不但站穩了腳跟，還有了嶺南風味的名號。我的呢形象呢比較特殊，是個光頭。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頭老闆。啊，客人們也總細說龍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爾濱燒烤。高手永遠把食材當作值得尊重的對手，在燒烤中學習燒烤，才能在烤蝗蟲的事業上，從一個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實際上烤螞蚱呀，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難烤，因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還少，翅膀還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會變得黑苦，會非常影響口感。周海嬰的烤蝗蟲要在外表金黃的瞬間完成調味兒，離開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後10幾秒鐘徹底熟化，保證入口香脆無渣，鹹香下酒，每一單都在和時間賽跑。燒烤不僅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賣場。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煙氣燻暖。周海嬰這個東北鐵漢，開的是一間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劇場。別看我現在笑得出來，實際上這心裡啊五味雜陳的，這擔心明天會不會還有這些客人，然後還操心員工的穩定不穩定。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後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斷了。哎呀，生意呢，苦點累點都不怕，就怕這扎心和窩心的事兒太多。燒烤店是白晝與黑夜轉換的擺渡人，也是城市夜歸人療癒孤獨的小木屋。當白晝的一切凝滯與迷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訴我們，可以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世界。5月，梅雨季節來臨，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走，来。这个好多料，这都是米饭比较薄，比较耐饱。客家人以务农为主，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就是习惯了这样吃，如果你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3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及第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时逢今日，客家学子迎接高考的早餐，必定少不了一碗红糟及第汤。我们的及第汤是放了红旗，希望考生考得顺顺利利，金榜题名。同样是及第汤，在梅城却是和腌面搭配在一起的。早上4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腌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腌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老板，压面，3 kg 猪脚鸡。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凉面好簡單，撈一撈就烤出嚟，但係肥美無窮。客家人历经5次大迁徙，南迁而至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改变了本土的饮食文化。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增也不例外。準備去炸豬油嚇，你一條出講嘅本地嘅土豬嘅背後嘅那種本地嘅很標油，標油炸出嚟個香。炸豬油冇乜秘訣，主要就蒜蓉同蔥頭，一炸出嚟豬油比較醇香。厨师出身的邱家增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腌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腌面店。好了，发酵10分钟就烤出来。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这样按2两来就
集體以來反覆4次，讓口熱。手工制面18年，邱家增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1號嘅面就冇超過3毫米。最多的是有2-3年咁樣是。你買一輪千份，每天要排在床腿啊，按照點去面啊。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6厘的面就冇超過30秒。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及第汤，梅州腌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及第汤，邱家增也下足了功夫。準備嚟打三餐水，梅香嘅三餐水很口熱，準備打來呢煮3個雞湯。自來水多少氣味啊？三餐水比較清甜，3樣嘢就會來打一次來煮湯。生活不亏待執着的人，邱家增做的腌面在當地變得小有名氣。原先也細個啊，來每朝出差哈，特從上北特產路可以來食麵，一下食6碗，老闆第6碗了哇，厲害厲害！啊，出差這個時間又食了個6碗，啊，幫天愛嚇到了。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增终于在3年前开了第2家面店。我每早上4點鐘左右睇嘅打面啊，到8、9點鐘等要休息啊。反正做面就確實辛苦啊，但係看到客人吃到很讚啊，我也十分開心。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做好一碗面的执念，也不能帮助他们名满天下，但却能静静呵护一家人的体面尊严。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生蚝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廣追求的色香味躍然而出。即係我最滿意咧，就係佢嘅生蠔咧，好肥、夠鮮、夠靚，一粒都冇浪費啊！
油，然后呢，一入口它就会爆汁爆出来。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反正它那个配料非常好吃，结合那个蚝的这个鲜味，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丽玲，反而鲜有人知。每個地方唔同嘅生蠔冇唔同嘅做法，比如講珠海嘅咧就比較清淡，陽江嘅咧就比較帶酸。呢個蠔係福建新會睇，比較受歡迎嘅，因為佢個肉好脆，比較甜口啲。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一般咧要烤到8成熟左右先可以煮，一上到台面咧就達到我哋理想個9成熟，咁啲咧個保持個口感唔啲。一样的生蚝养活了100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冇怕啦，冇怕啦，洞門秘方唔過開㗎，唔過開㗎。呢個洞門秘方咧係我揾食嘅架撐嚟嘅，曾經有人出錢賣，我唔肯賣，甚至連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但是現在在我手上，冇計，跟你揾食。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幫我來一個招牌牛雜。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飯局中，王军與蚝老從一見如故的生蚝知己，變成了事業上的最佳拍檔。我們目前的生蚝的做法有8種，蚝老它的技術是得到了這個認可。鲍魚切片，大蝦開邊，加入生蚝，粥水浸潤，熬出大海的鮮。秘制醬汁，鹹鮮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龍蝦，與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與陸地，鹹水與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哎，老板娘您好，您好。哎，你订的那个生蚝明天到货了哦，我们注意装意大利特大的野生蚝。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哎，老板娘，阿姨你好。这个肥度很肥的。谁都可以。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啊，到了。哇，天，哇，这个大，这个长。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到海里去，然后它会自然生长。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找才能找得到。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10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这些货马上送过去啊！好的，好的，好的。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饕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蚝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3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
这是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味道怎么样？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10几年的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这个给客人抽奖。晚上9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儿，生意热闹如常。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深夜3点，生蚝创意2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我们继续加油！深夜的慵懒需要用食物驱赶，生活的生机更需要食欲点燃。在德庆，没有竹糕粉的早晨是不正确的开始。朴素的一碟，满满的一口，香滑的粉才是唤醒德庆人的正确打開方式。加㗎，我哋大兄啊，竹糕粉白粥，好滑溜啊！咁嗰啲煮出嚟嗰啲好正噶嘛。因為可能佢哋同柴火或者點樣啊，口感比較好，比其他好。乾隆在草野，高手在民间。这家位于格木村的粉店，从不掩饰它睥睨江湖的霸气。聂培荣师傅，省级非遗竹糕粉传承人，退伍后，1997年跟随岳父学习制作竹糕粉，家学渊源，25年来，仅凭一口柴火灶，闻名粤港澳。老广对于食物的炮制，并不追求标新立异，唯独要求一样，功夫要深，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呢啲米咧就係德慶最靚嘅粉米啦，呢係隔年嘅米。嗰啲米整出嘅粉咧就係又滑又大牙。功夫做足，才可以开始吹粉。所谓吹，就是蒸。保留中国古语发音的老广，炮制手法也严格遵循古训，每次一勺，分量均等，倒入蒸盘，摇晃均匀。一勺一盘之间的分量把握，方寸毫厘之间的巧劲儿运用，是聂师傅25年厚积薄发的艺术精髓。全部都手工嘅，嗰啲機器對唔唔到嘅，唔均勻嘅。大約一蒸1分鐘左右啦。感覺嗰啲虛細雞有裂，唔好食得到㗎。嗰條粉咁起勢大幅，好靚㗎啦。燜之前咧放啲油咧就冇使咁嗰啲粉黐住嗰條竹糕，容易攞啲之後咁到嚟。一盘盘吹好的粉，像极了一张张透明的宣纸，从盘里小心剥下，晾挂在竹糕上。竹糕粉并不是望文生义，因竹糕得名，恰恰是因为晾晒工序促成了风味的转化。德庆本地的甜竹品正性凉，自带甜香，热粉吸收了竹香，从而具有了清甜解热的特点。竹糕粉的真谛就在这竹子与米粉的微妙互动中。天色渐变，生活的号角悄然吹响，
准备完毕竹糕粉，聂师傅赶往市场购买新鲜猪杂。洪老板，走吧，你放唔掂啦？凌晨6点的市场，对于聂师傅而言，与其说是菜市场，不如说是自助式选购站。偉哥，嗰啲靚嘢喎，靚啦，係本地豬，全部本地豬啊！早餐要的是快，10分钟采购就为满足清晨第一批客人的胃口。竹糕粉和猪杂是绝妙搭配，新鲜猪杂稍加腌制，大火猛炒，加入芡汁，镬气迸发之时淋在粉上。粉的清香与猪杂的浓郁相互提携，君臣佐使，文武兼备。历经了100年老饕的挑剔和选择，这岭南第一粉成了500年来的国民早餐。聂师傅的吆喝声，吹粉的咕嘟声，炒猪杂的滋滋声，是德庆人开启清晨的3重奏序曲。清晨一直到10点，这场关于早餐的战斗才暂告结束。为别人做早餐的人总是最晚吃早餐。1份猪杂粥，再加上1碟斋粉，是这位非遗传承人对竹糕粉的独特鉴赏方式。粥与粉都是素淡的，只有用25年的时光，才能品出滋味。生活本就素淡，素淡方能持久。作为竹糕粉的灵魂，竹子要3年一换，人也要面对岁月。聂师傅也开始培养自己的传人，店面不倒，匠心依旧。一殼滿嘅，一轉米漿走人啦，一放落去，金魚冚過，係擠滿啊，放落去，係放喺度，放喺度先，攞人佢開過去。最開心嘅就係自己整出嚟嘅粉，有啲街坊嚟食，都係對自己嘅認可，就係最自豪啦。一间小店，一方水土，食物不但能果腹充饥，也让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味道才是回家的密码，因为食物里有我们原始的审美和真切的经历，酸甜苦辣咸，味觉不会撒谎，所有流经过味蕾的记忆，塑造了我们复杂而美好的人生。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整2碗糖水嚟，再1碗綠豆沙，再1碗龜苓膏啊，打包啊。好。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強調水的清澈順滑。我專門從荷拉開車過來，食肥姨糖水。肥姨在嘅嘛，在嘅嘛。得來啦，因為我哋肥姨，我以前後生肥㗎，依家我老大冇肥，而家叫慣到肥姨嘅。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廣東人呢食嘢咧把上火，食乜嘢水啱呢？食糖水水啱啦，人心人肺。韧是在镬气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熱的必然。我住在附近咯，氣晚之後呢會出來嘅飲碗糖水，同埋同朋友聚一下。九七年就嘅倒糖水，我倒糖水就第一間大黃生。嗰啲人咧就有燒烤啊、炒嘢焗嘢啊，我哋嘅專業糖水店㗎。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睡到12點鐘就起床，起床咧就備料，備到7點鐘，一面煲就一面賣，3點鐘到4點鐘就收檔。嗰度嘅糖水品種好多㗎，有10幾20樣都有啦。每一個品種大概每一日都可以賣到50、60碗咁樣。依家龍眼都咁貴啦，因為我哋做龍眼糖水。老廣的糖水浸潤着亞熱帶風情，風情則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鎮是嶺南糖水風情萬種的秘密一環。匠衣窯業戰冰肌，衣約華清出玉石，說的是龍眼。廣東最具盛名的龍眼品種在分界鎮楚良村。果頭又大，甜脆爽口，好靚㗎。剝開黃褐色外殼，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攞龍眼去開個皮，然後就攞嗰啲工具籤轉一圈，一挖去掉，而家就燈籠肉就咁樣成啦，好靚嘅燈籠肉。以前咧，我哋個背龍眼咧就係曬嘅，曬龍眼肉咧就冇夠衞生，又有灰塵啦，又有蒼蠅嗰啲嘢。而家咧我哋就用密封爐嚟背㗎啦，就比較衞生乾淨，要烘18到20個小時。龍眼干果俗稱桂圓，桂圓肉外形似燈籠，顏色金黃，微微透亮，散發出淡淡的甜香味兒。龍眼鮮果及乾果都是製作糖水的好材料。肥姨潘玉清和兒子馬東光在這一點上從不吝惜精力和時間。老闆娘，我等而家跟你分揀啲靚眼好靚㗎啦，係嘛？我嚟睇睇個靚唔靚咧，我同你上幾盒裝咗呵。其實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係有啲水分，有啲水分佢就會韌。好咧。白糖加入開水，再倒入新鮮龍眼，煮熟便是最簡單的龍眼糖水。新啲龍眼個喺煲滾就得啦，就熟啦。如此簡單的做法，
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嗰啲是龍眼乾個，抌一個鐘頭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滾，個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而龍眼干和新鮮芡實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飽腹又能清潤的糖水。龍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開，再加入新鮮芡實、白糖以及適量的紅棗、枸杞，再煲足半小時，芡實開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龍眼芡實糖水，湯水棕紅透亮，果香較濃。龍眼入口即化，芡實軟糯彈牙。這種糖水適合解乏，2、3碗下肚，疲勞一掃而空。肥姨的糖水店就是當地年輕人的咖啡廳，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夠社交溝通，成為當地沸騰宵夜的一股清流。每天凌晨4點，這場甜蜜的聚會才會結束。每個人的夜晚都有一間小店，都會有像肥姨一樣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盞燈，默默溫暖每個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晝與長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與晝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們，不捨晝夜擺渡着一個又一個有緣人，煙火起，照人間，敬着熱氣騰騰的生活。一條魚的升華，必須經歷化骨神功的洗禮。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巔峰。水泥般的賣相，方顯化腐朽為神奇的秘訣。極致之味隱藏菜單，不在富麗堂皇的酒樓，而隱身村頭巷陌的雞毛小店。老廣的味道之隱秘之味，明晚21點30分播出。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